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我们很特别的做一个企划，我们是要分享新手究竟要把握哪一些要点，才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玩家。那我们这一次邀请到大亨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大亨的博弈生活，喜欢我频道请记得按赞哦。今天来上小 P 这个节目，我们刚刚说的主题是，如何让新手快速上手，或者如何让新手快速上手？新手要把握哪一些要点，可以最快速的进入状况？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几个点，我们到时候会提到。好，那现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那我本身呢是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我的频道叫大亨博弈生活。然后本身也是一个职业的扑克玩家，从2009年开始打扑克，到现在迈入第15年，然后慢慢的从职业玩家转职成业余玩家，因为老婆跟小孩，对，因为家庭的关系，打牌时间没有像以前这么多，但是还是非常的喜欢打扑克。我们认识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在澳门。对，因为以前我们住在澳门，你知道，以前住在澳门的时候，那个是第一次见面。对，因为我们住在澳门，那时候以前不是有去澳门，大家就投靠林姐，你有住过林姐？我没住过林姐。然后被抓了，一天多少？一天200港币，300之类，一天就是一个100-200块港币。那时候后来我们就住在军院湾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在澳门住的人呢，一次只能待1个月，你必须要离开。一开始是离开进来就可以了，对。后来是你要待1个月，你就要离开1个月，所以中间我们房子就会有空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租给一些来澳门像我这种外的，像我这种就临时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后来就觉得哇，军院湾很棒，我们就把整间租下来。小 P 直接跟我们合住，可是那时候小 P 那时候还是打250，像我就是那种比较没有财政纪律，就会乱花钱，我就想要住很好。那时候小 P 呢，其实我们打的级别差不多，他赚的还比我多，可是小 P 选择住我们那一间里面的工人房，是没有冷气的，然后只有电风扇，房间可能就这边吧，这沙发再大一点。工人房，大家不知道工人房是什么？工人房就是一个给佣人住的地方，然后它很特别的是，它的进出的门哦，不是一般住户的大门，它的进出的门是在厨房后面，就是佣人进出的门，就是人家的豪宅这样分布。所以正常来讲，大家进出都是从大门进出，但是佣人呢是从厨房进去，然后再打开一个侧门呢，基本上他的房间大小就是一个平面可以放得下一张单人床，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走道。哦，等一下，他那个工人房是套房哦，有附厕所啊。那个厕所，他说那算厕所吗？你有看过那个厕所？有啊，站着，就是站着马桶、洗手台，然后蹲不太下去的，没有洗澡空间了。对啊，就很小了，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租了2500还是3000。忘记，反正就是租一个，反正就2500至3000港币。港币不是台币哦，所以1万块台币，1万多台币这样。是那时候我住的地方，我那一间好像是6000多还7000港币。我那一间就可能2-3万块。然后我们有4个，还有一个是豆腐，一个是阿正。对，那个时候你们住满，然后我是去住工人房的。其实我们有一间是空的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文涛也是住在里面。文涛也有来。然后还有以前有一个裤子都穿到横膈膜的那个克拉克黑色。这要剪掉，没有，这没有剪掉，这不用剪。OK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澳门认识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住在一起，应该是澳门认识的了，对，住在一起打牌。而且我还记得我在14-15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签约当 Polestar Team Pro， 可是其实我扑克其实一直没有打得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比较有赢钱就好了，有赢钱打赢，然后靠经验跟天分在打，没有什么认真学习。那时候我就有找小 P 要 coach 我，就后来呢。他那时候就说没有办法，我就没办法 coach 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病急乱投医，就找有一个人说啊，我可以来教你，然后跟我收20万港币。然后那时候我刚赢了一些比赛，我觉得好，就很想要变强，然后没有方法，然后英文又很烂，没办法有一个正常学习的管道。然后说好了，就给一个人20万港币。然后我们是分期给，用我后面奖金给。然后他跟我上课，大概上了2个多小时，就说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的知识都交给传授给你了。我2个小时，当下你知道，就是不好意思，直接当下撕破脸。然后我要付到大概10万港币，发现有点不太对，然后说那我能不能就后面不要付，我就杀价。结果后来他说不行，你还是要付完。然后我就很不爽，还是把钱付完，然后就算了这样。可是就觉得，可是就觉得很北蓝，就是遇到教学老师要慎选。对，遇到老师真的要慎选啊。反正小 P 后来开始收学生，然后我就是我算第一个学生嘛。对，在做教学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我是在摸索，所以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微信的讨论群，因为有世界各地的玩家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答应大家，就是要做不管是很多的问答或者是一些影片。然后其实我做到一半，其实因为赛事也很忙，到后面我的解法
法就是时间到了，我也让大家在群组里面持续的提问。然后虽然说到后面可能有一部分的玩家没有在扑克圈有持续的活跃，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一个聚集地啦。然后当时的话，其实我想要做的就是一个翻牌前的东西，然后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翻牌前的软体啊，什么 GTO、Wizard 啊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那变成是其实很看经验跟很吃个人的分析啊。扑克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资金管理，原因是你今天有资金跟没资金，你执行后面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打免费赛，你可以打高额的比赛，你可以打中额的比赛，但前提是有资金的管理才有后续，才有第二步学习扑克，因为你第一步可能就挂了。那你后面就没有用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会是资金管理。第二个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资金管理做好了，知道你扑克的方向是什么之后，我会觉得就是翻牌前的策略。扑克主题可能有40-50个，甚至是上百个，但我觉得学翻牌前是你一定会用到，因为任何翻牌前的决策你都必须要会，才会有后续的事情。翻牌前的决策是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玩家的基底。第三个的话，会是一个跟扑克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但我觉得它是必须要有一个清楚自己的目标跟方向。我自己最明确的立场就是，我接触扑克的时候，其实我经历过了各式各样的阶段。一开始非常穷的时候，做了所有的行为跟事情都是以钱为出发点，因为你没有钱就没有后续嘛，这很现实嘛。所以以钱为出发点代表什么？代表说所有的决定我都想要以赚钱为主。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会发现哇，进到决赛说，如果你不怕 ICN， 哇，别人会怕啊，别人很害怕，那你可以因为不担心这个奖金的差额，可以给对方更多压力的时候。其实有办法让你有机会走到更后面，甚至是更高的几率赢得冠军。因为如果你能够克服跟学习这3点的话，我觉得会是扑克玩家一开始最重要的3个主题。其实我觉得我们2个其实想的差不多，只是我的概念是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像现在，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是很穷，我也是因为靠打扑克赚钱。是。那我觉得就是资金是非常重要，但现在很多人他们其实有些人是为了真的是要 Go Pro， 是很认真在钻研，很努力要变强。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为了 social 而打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有钱，你不要因为打牌而让你有压力啊。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钱没有准备够多去做学习或去玩或干嘛，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，你害怕你就输，你有时候会做这决定，你就觉得你不是很确定，或者这笔钱输了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你就该跟不敢跟。类似讲就是说，好吧。我这就放掉，可能在这个我还可以，我有过这种经验啊，就是所有人都有了，我也有了，我以前有那种，以前我们 Posta 的时候 sponsor 我那个，以前年底有个最大比赛 A4OP， 10万港币那个，我还记得快 Bubble Time， 我8腾 Open 被 David Peters 小盲 all in， 反正就 cover 我，他有40-50个大盲，我直接 all in 哦，我18个 BB， 哦，你18个 BB， 就不到20个大盲，我 Open A10 off 被 all in， 啊我就。跟不下去啊！我知道我应该已经到爆料，很多同号 A 啊。可是想说，可能他 A9O 也是 all in 啊，已经靠近前圈了，可是又还要一段。可是因为一前圈就是50-60万，对，那种感觉就，妈，我是 free roll 的，我是憋一下，就是就会有这种状况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你没有在意啊，干50万没差，我就跟，搞不好那一场我就大尾。就会影响到很多的，你的决策点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资金是非常重要，包含你的学习，你要找教练，也是要花一点点钱。我觉得学习真的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是 Pre-Flop range 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 Pre-Flop 的 range 呢，是你光了解 Pre-Flop range 就绝对赢过80%的人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很笨，就是你一直玩，比如说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啊德州扑克的一个人2张牌，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什么？你一张 A 很大，一副牌。4张 A 嘛，而且我还记得我 Google 过德州扑克怎么玩，然后我记得出现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A 的重要性，然后就是我害死多少人，有 A 有，不管有没有讲，都他们都说 A6 30%，对上带个 A6 30%，对上你都不会要太差，有阻挡牌啊什么。那时候我觉得看到 A， 我觉得A7中了一个 A 的顶对，然后就一直输，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踢脚很重要。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我不知道 A7 能不能玩，但是我后来确定不能玩，是因为我玩它一直输。所以我有经验，我就知道说，这个踢脚不好的 A 不能够玩。那个时候因为都还没有一些分析软体或是干嘛，所以它会更让我不知道这一些，但是我可以靠我的经验来判断。对，像你这个状况其实很像，就是让你 kick 不够，你一个顶对 kick 不够。然后以前 OOP 一直会 C 倍，就发现很多牌其实都不能 C 倍，对，你不是你顶对就可以 C 倍，就状况不太一样，然后位置也不太一样。然后以前就是反正就是不管开到 flop 什么，先打再说，先打再说啦，不然就是我中 A 就一定要 C 倍啊。就后来当你越学越多东西，发现其实你的筹码的状况跟你当下的状况，那就是后来才会懂这样。对啊，就跟打篮球或是你练跑步，你都要做基本动作。
对，你可能你要练运球，你可能要一个动作的运球。你可能跑步，你要去做那种分解的跑步基本动作，可是你比赛的时候，你不会真的这样跑步，是真的这样运球。可是这些累积的基础是在场上遇到状况的时候，因为你有这些基础，那你可以去很稳健的去处理这个状况，而不是说叫你就直接用这状况直接上来用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只是那些是架构你整个逻辑的基础，我认为啦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就是其实我觉得，就扑克，就是学扑克，你可能5分钟就可以学会怎么玩啊。你要变强就要一辈子。对啊。学招很容易，但是你要变得很厉害，你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。像我自己，我会觉得说，我看了这么多课程啊，然后以线上来讲，我觉得它有很多种。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的就是 Running Once 有一个什么问题？Running Once 他教练很多，可是他都是没有一个系统性，就是你讲什么我讲什么，那我们讲的东西可能不一样。他们的主题是比较很散。对于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，一定是一头雾水。如果你要看得懂，就是你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之后，你这样跳着看 ，OK， 你还是 OK， 知道这个主题在讲什么，这个主题在讲什么。可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，他就会很乱啊，就是太散。对，他每个主题就太散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很多的教练或者提供的教学资源都是好的，只是说他的问题就在于说，他没有把这个路径给标示清楚。就是说你要有点像解任务一样，你第一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说你解任务解错，你一开始遇到的这个魔王是一个你根本打不赢的头目，那你就不行。你要先走位。对，你也玩艾尔登法环吗？但我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要先从最低等级的这个敌人开始练习，然后能够一关一关的前进。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太困难的状况，你要么就打不赢就放弃，或者是你就在那边会挣扎很久，那实际上你的顺序是错误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一个比较好的课程是它前面有很多基本的名词解释，因为你到后面很多人学的时候，他讲很多专业的术语，尤其是越难的东西。那你专业术语或者这些公式你不懂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后面的东西你花时间把它读完，但是你进不到你的脑袋里面，就变成是你回过头来，你还是要先去学那一些基本的，甚至是名词解释，你才有办法看得懂这个章节的时候，这个顺序的排序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他有没有帮你排好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分辨哪个是前面应该要会。所以我觉得在我当时的状况就是我不管，我就所有东西都硬干，反正我看到一个影片30分钟，我就是把它看完，然后我就看下一支，我就看另外一支，我就是一支把它啃完。当然你说这样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只是说我觉得效率或者是实际上的成果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那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谁能够掌握到实际上这个编排的顺序，我觉得这个课程就会让人家很舒服的能够看完。然后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很简单的东西是不是不用看？可是我自己在做教学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要把一个东西不一定是简单或困难，但是你要能够把它讲得让不懂的人听得懂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课程要有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框架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是啊，因为就像你讲，我们以前就是没有这么多像现在的资源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去淘宝买翻译的书那时候我们都有在看吗？都有看，然后后来发现有些东西都不太行了。其实那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也不太行，然后也不知道翻译是有问题。那你可能10本书，你可能觉得2、3本不错，那你可能稍微看完，然后觉得好像有点帮助，可是不知道到底哪边有点帮助，好像觉得好像有点用，可是又不知道，又讲不出来，对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我之前唯一一个看过 Heads 的那个那个，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，可是他有一个他自己的系统，我觉得他就会让我觉得比较有办法一个一个往下看。我认为就是你真的很认真去学，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去打，就是你一个月要赢个20-30万、10几20万。如果去打 Life 啦，你会觉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吗？如果就这样，不困难啊，可是就变成说，很多人就说我不愿意去澳门住我不愿意去你都对你都要又不想出去，又要躺在家里，然后又不想学，对啊，都什么都不要，钱都给你。所以我说，对于上进的人很棒啊，就是他们很可以看到自己的收入变多。相对你懒你混，你收入就很明显。对啊，就不一样啊，就真的很明显。可是真的，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完全呈现你努力成果的一个职业，我觉得完全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课程的重点，这个课程到底能够帮助玩家什么？
那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只有固定的，比如说10到20个主题，那我也希望它是翻牌前，然后可以解决玩家，比如说80%的问题，我觉得才会是一个最有效，然后对玩家帮助最多的。所以我们的重点呢，就会是翻牌前的课程。那这条课程里面呢，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位置和筹码量，还有其他的因素，然后让大家用视觉化的方式知道说，到底这一些范围为什么是这样子做。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也是所有人的疑问，就是说，为什么小 P 你在不管是在 button 位或者小盲位，这些图表跟别人 GTO 位置都不一样？其实你知道吗？就这个课程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做了一个东西，是你在市面上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图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但你回去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厉害的，就是说，当你今天在15个大盲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在button位，15个大盲在button位，其实你有很多种角色可以做，很多牌你可以直接 all in， 你也可以最小加注。对，那我有一些图会告诉大家说，比如说Q10不同花，我放一半最小加注，或者是一半 all in。为什么我这样放？原因是因为当你今天知道，你认为你是一个扑克新手，你对于翻牌后不是很有自信，那你就会知道说，那我不打翻牌后，我就直接 all in。那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很有技术的玩家，你知道最小加注，就算打一个翻牌后，你都很有优势的时候，那你可以选择最小加注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一个图表算是一张图，但是它可以给不同玩家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那我希望我做的图就是让玩家可以知道说，根据你的对手跟你自己的技术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策略。那我做的内容呢，只是给你一个蓝图，只要在这个蓝图里面做的决策都是对的。至于要选哪一边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做判断。那我们觉得我们的课程最特别，就是它有点像是这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Master Class， 有很多线上的教学课程。因为我最近自己在当老板，我看了非常多的书，跟不管是商业的教学或是干嘛。那我自己会发现说，其实有一些课程，它能够很厉害的让人家学习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它能够把主题做分类，然后能够切说10分钟的内容、20分钟的内容，然后让人家知道一次观看一个影片就特定一个主题，不会因为我看这个影片1个半小时，他每次看那种影片1个半小时要讲一手牌，那我就不知道说很痛，太麻烦了。他没有一个标注，然后他没有一个重点，然后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点，那我觉得这是让人家学习上的一个障碍，就是我一看我就想放弃，太多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特点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在内容的呈现，它不是一个好像我在白板上，或者是我用 PowerPoint 的方式，而是我们都有动画。你要拆解所有的基础动作。对，就是我们用动画的方式，让你最轻松的可以吸收，但同时我们也会希望说，它实际上有花时间的一个主动式的学习。看完的课程基本上就是教你如何使用 free bet range，这个范围图可以让你更知道说，假设你今天在世界上打比赛，然后休息时间你只要离座，你就可以查说，刚刚那手牌到底该不该 all in， 或者是就算你知道不该 all in，1对5不该 all in， 那 all in 是什么？1对6以上吗？就是可以让你更快速的让你的范围能够直接的接回来。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确定，但你就要回去找。我觉得就训练一个反应，就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动作。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直觉，然后你只要有网络有手机，就可以做的一个查找的动作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的教材应该总共12章嘛，看完一半。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图表非常容易记，像你刚才讲，比如55可能是个边缘，我会也蛮推荐大家，当你都做对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发现，你可能做错的时候才会发现。那如果你能把错的每一把牌记起来，你可能偶尔会拿出来复习一下。你去看你这些错误的牌，你可以看很多次，久了就会记起来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一切开始就是从 preflop 这次的教材应该也没有跟观众讲，主要是翻牌前否比赛。对，应该是说它的形式是有大盲前注，就是有 BBNT。对，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all in 节目，其实大盲前注，正常来讲他们是没有。那我为什么放大盲前注？是因为第一个底池比较大，那我认为动作会比较多。你知道没有 NT 游戏就在等 AA， 那有什么好玩的？那我会希望说它更贴切于真实的情况，不管是线上的锦标赛，也是不一定是大盲前注，但是所有人的前注加起来大概是一个大盲，所以它其实符合大部分的一个情况跟整体的策略。然后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访谈的内容，然后我们今天有提到很多，不管是扑克新手或老手，在这支影片呢都可以找到一些知识或你喜欢的内容。另外很适合的应该是，我觉得你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扑克的知识，但是你不知道怎样变强。小 P 的教材，包含我现在啦，我觉得都还是有帮助的作用，我有去看嘛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些，因为现在你看，就像你讲，有很多 SPA。
现在有些 SPA 是不会有 3 way SPA 啊，我有做，你有做 3 way， 而且我未来会更新更多。对啊，你有一些 3 way SPA， 你有一些筹码量跟注，有一些 detail 是比较符合于现实的状况，因为用软体算出来就是有一些软体上的一些限制，然后你是基于这些限制上去加了你个人的论述。是，我觉得这一个是现在比较像这种私人1对1课程的感觉，也是蛮不错，尤其对于锦标赛，我觉得是。目前跟其他教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支持我的翻买前的课程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我是小 P，好，大家记得买教材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